你3封急信催我回来，我以为是出了什么事呢，没想到竟是这样一份惊喜。这几日在外，我自己都快忘了，你却一直放在心上。为了给我过这个生辰，竟让你们辛苦了这么久。厨房从来就是你的死地，小小一个洞庭驿，背后该是你多少的心思和努力呀！值得纪念的日子有很多，我原以为生辰并不是最特别的，但今日过后，我更加明白，此生能在师父门下，能与你相遇，是件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情。自在门教我育我，师父与我有恩情，同门与我有恩义，我们在这里一起长大，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，一直走到执手相伴的今天。一季已倏然而过，但还有下一季，乃至下一甲子，我们都会在一起，对吗？怎么在这里等我？不怕晒吗？不大碍了，只是原本说好一整天都要陪你的，我却误了归期。哦，师妹还记得，我就已经很高兴了。这就想吓到你师兄啦？狗儿又调皮。这……那今日岂不是有口福了？只是厨房没事吧？
别光顾着我呀，你自己都还没怎么动筷子呢。胖嘟嘟的，还挺可爱。米粉、蜜，还有植物的清香，是菊叶和莲花。你又用了菊叶拖着它，想必是柑橘团子。做这个费了不少心思吧？今夜月色明朗，此时尚早，不如我们出去走走。在想什么呢？如此高兴。师妹，谢谢。今日的一切我都非常喜欢，只是太费周章，以后既然这只小馋猫被我捡到了，自然要有始有终。10几年何妨？便是赖上一生一世，我也是欢喜的。来，你坐这儿。傻丫头，哪有什么是会一成不变的呢？今日的洞庭翼，你特意做成了小舟的形状吧？洞庭翼清香蔼然，仿佛置身洞庭湖上。你将它改为舟形，是应景，也是应我的名。没关系的，傻丫头。你做的小舟，我一定能认出来。我们留下的那些印记，也会一直在那里。纵使人生如石火光中寄身，但总有东西是长久的。
你记不记得，在仙居园的大树下，我告诉过你，我的名字是师傅在江州的水路上取的。世人皆苦，算不得什么。我只是在想，那时的我什么都没有，可现在我有师傅，有同门，还有你，大家都一直陪着我。少时我以为命运不公，终究是我狭隘了。命运其实对我很好。其实我早就不需要问归途了。